大家好，我是小马。我一直都觉得买爱马仕包就像谈恋爱，考验运气呢，也考验眼光。那漫漫的人生路上，谁还不得遇到几段那么不让人满意的恋情啊？那么谈恋爱呢不合，我们还能分手，对吧？那买包后悔的，咱还能退货吗？退货的话，可以退款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次爱马仕退货经历，并且跟大家解析爱马仕的退货制度。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我虽然也有过脑袋哇一热买了一些让我觉得很后悔的爱马仕包，但是从来都是觉得买了就买了吧，下次就别再冲动就好了，也没有考虑过要退货这件事儿。但是呢，有一次我硬是让爱马仕给我退货并且退款了。那次是因为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朋友要过生日，那我说呢，那我就想送他一个包，于是我就来到店里找我的 SA 当时给我报出了，我记得是2只包，一只是深蓝色的Togo 皮的 Katie 的28厘米，还有一只呢是马鞍皮的拼帆布的 Birkin 的35厘米的蕾丝包。我一眼看中的就是这只马鞍皮的蕾丝的 Birkin， 感觉非常的帅气。虽然呢尺寸呢稍微大了一些，但是他本人就是非常喜欢马鞍皮，而且他个头是比较高大的那种，所以就算是35厘米也完全能够 hold 得住。那我果断呢就让 SA 帮我把它包起来，然后当场买单。回到家后，我就把箱子打开，想把祝福的那个卡片放进去，再顺便检查一下包。然后幸好我打开看了啊，那个马鞍皮包盖的地方居然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几道那种很轻微的划痕，感觉就是像谁摸了包那种指甲印轻轻划过的印子。然后今天我手上呢拿了一只这个马鞍皮的包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就像是这种这里就能看到就是很浅的这种印子，一道一道的。那大家都知道马鞍皮很娇气，很容易被划出印记，虽然它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一般小的指甲印呢出现的话，稍微轻轻的处理一下呢也能够抚平，但是毕竟我是想买一只完全崭新的包来送人的，要是对方我觉得看到那种很轻微的指甲印，会不会误会我是自己用过1、2次的旧包，然后再拿来送给对方，我觉得那就大可没有必要了。于是我把包拿回了那家门店，跟 SA 说明了情况，希望能够给我退货并且退款。本来以为退掉残次品是一件很正常、理所应当、很顺利的一件事情，没想到我的 SA 却一直跟我确认，这些划痕是不是你打开的时候不小心弄到的呀？我坚决否认之后，他又试图说服我，这些可能不是划痕，有可能是这个皮质天然造成的纹路啥的。我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只好叫来了门店的经理。门店经理说可以帮我退货，但是没有办法帮我退钱，没有办法给我退款。我可以选择换一款别的相同价位的商品，或者补差价换一个价位更高的商品。这个方案呢，我考虑了一下，我也是接受不了的。毕竟当下我并没有其他特别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变相的强迫式的消费，所以还是坚持要求退款。我的 SA 呢跟我已经认识很久了，所以他看到我当时的表情和心理状态不是很高兴，也还是得照顾我的情绪的。他拉着门店经理呢就出去聊了一会儿，大概3、5分钟这个样子，两个人回来之后，门店经理才同意给我全额退款，然后把钱返还到我的银行卡里。事情呢虽然最终还是解决了，但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爱马仕退货退款是这么麻烦呢？到底是他们没有这个退货制度，还是故意不想给我退呢？于是我搜索了爱马仕的官方的一些制度，也了解了一些朋友和其他爱马仕买家的经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次给我退货并且全额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
根据爱马仕官方的规定，在购买商品的30天内，商品完好并且有原版包装都在的情况下，那你是有权利要求退货的。但是说是这么说，等到真正退货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最终能不能退货退款，都还是门店说了算。首先呢，你去的这家门店会问你为什么要退货。如果你说是因为我不喜欢了，或者是我买错了，很有可能是会被拒绝退货的。那即使是像我这种情况，明明是包有问题，他们也还是会稍微找借口来搪塞你的。即使最终他们同意为你退货，基本也还是不会为你退款的。据我所知道的，能够获得退款的案例当中，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新包身上发现了瑕疵。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拿到了一个全新的 Birkin 的30，但是他发现包括扣带的地方是染色有轻微的不均匀，出现了像裂纹一样的纹路。由于这个瑕疵非常的明显，所以他很顺利的退货并且退款了。但是除了这些个别的案例之外，真正能够收到爱马仕全额退款的人，其实还是非常少的。爱马仕一般提供的最优先的退货方案就是让你换货，而且你只能同意换同样的价格，或者以补差价的方式换更贵的商品。如果当时商店里没有你想要换的商品，那他们会执行第二个方案，也就是把你退还的包的金额以门店信用卡的形式记录在你的消费的档案里，并且给你开一个凭据，等你下一次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出示这张凭据，然后使用信用金来抵押现金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那不就是像用星巴克的那个礼品卡一样的感觉，听起来也是挺方便的嘛。但是星巴克至少还给你一张卡，爱马仕的这个凭据可真的都只是一张很薄的纸条而已哦。当然这样肯定比塑料卡更加的环保，但是不得不说，在这一张薄纸里面存着一大笔钱，实在让人觉得有一点不放心，因为很可能还没到我用它呢，这张纸就已经被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或者不小心给搞湿了，或者给搞烂了。就算我一直把它放在钱包里，上面的印字也可能会被磨掉色，所以这个方案对于我这样有点马大哈的人来讲，真的不太友好。除此之外呢，这个门店信用金用起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限制的。首先，你只能在本国的门店使用，因为爱马仕的客户的数据并非是全球共享的，所以一出国就会查不到你的档案记录，就无法使用档案中的信用金。第二呢，根据门店的不同，信用金是有可能会过期的，有的门店呢甚至要求你在1年之内使用完，否则呢这个就是会作废的。第三，门店的信用金是无法在官网购物的时候使用的，只能在门店内使用。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无论是换货或者是换成门店的信用金，我都有一种消费自由被剥夺的感觉，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未来如果再遇到同样的事情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坚持要退款的。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退货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和 SA 之间的关系呢？会不会从此进入爱马仕所谓的黑名单呢？首先，退货这件事肯定是会给自己的 SA 增添一些麻烦的，毕竟他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你沟通，和门店经理沟通。而且假如你退的是配货的话，他从中所赚取的那个佣金也会自然被取消掉，这样的话他心里肯定是不太舒服的。据说好像有些门店是连像令弟呀这类非配额的包也是有这个佣金提成的，所以在退这类包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不是会给 SA 造成一些困扰。虽然自从这次经历之后，我没有很明显觉得和我的 SA 关系有受到什么影响，毕竟我跟他这么多年的关系比较好说话，但是我听说退货这件事儿确实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影响到你和 SA 甚至是门店经理的关系，他们可能不会很快为你 offer 新的包，甚至有人说感觉你后来买更多的配货，等了更长的时间才拿到下一个配额包。但是也有人说自己遇到的是天使 SA 会觉得客人退货是自己的服务上造成了过失，所以很快再次 offer 一只客人想要的包作为补偿。无论如何呢，我是认为只要是遇到做工有问题的商品，咱们就应该合理的去维权，要求退货甚至退款。
但是如果只是买了之后后悔了，不喜欢了，那是个人的问题，可能我会选择送人啊，或者是别的方式去处理，但不会去要求退货。毕竟这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决策，不是商家的问题。至于退货会不会进爱马仕的黑名单，咱们也不要太低估了黑名单的门槛，退过货还不至于进黑名单哈。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讲爱马仕的黑名单，你会怎么进去，又会怎么出来呢？感兴趣的话，请点击订阅哦，不要错过。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在爱马仕退货的经历呢？评论区留言讨论吧，我们下期见。